这怎么可能？我身为显灵天师，双眼洞察古今，可以沟通万灵，看到你们有什么稀奇的？说说你们的来历吧。6月初1，仙云斋大朝奉素云出台。来了，大朝奉出来了。大朝奉，我那瓶子能值10万不？要不是儿子病了，说啥我也不会把我们家祖传的宝贝卖了。是个宝贝，1000万。哇，1000万！大朝奉，此期古玩一半的价值都在这瓶生彩绘上，此物周身空白，何保值？对呀，这也不是名家作品啊。其中奥妙，你们以后便知。老人家，此物价值连城，但暴富未必是好事儿。闲云斋出1000万，您觉得呢？多谢大朝奉，多谢。大朝奉，区区这个瓶子都值1000万，那我这个不得？50啊！赵总的宝贝就值50块，赝品。杜云，我敬你是闲云斋大朝奉，你却说我这霓裳羽衣壶竟然比不过那老东西的破花瓶。这唐明皇的宝物是个赝品，应该说是垃圾。不是说好了不收出去的吗？那我是垃圾。哎，在我这里众生平等，这都是世俗观念。乖，6岁的古董应该和小姑娘一样。不要，快给我！装神弄鬼！今天我要拆了你们闲云斋的招牌！古玩买卖是风雅生意，哪有动粗的道理？我家8代雅士方家，你居然说我东西是赝品？今天你要说不出个缘由来，说为什么我的东西是赝品？你家8代雅士方家，那你认不认识这个？啊！鬼火，天师！现在我说你这是赝品，服气了吗？住手！谁说这是垃圾？老张总去南阳收购古玩，他回来之前，闲云斋由大小姐代理董事长之位。小张总，是我眼力差了。大朝奉神木如电，我没有异议。赵总，你不用害怕，我闲云斋从不偏私，更不会让人打着闲云斋的名义店大欺客。娜娜，闲云斋这3年来突飞猛进，全靠杜先生。如果你能够嫁给他，我们张家以后可就高枕无忧了。爸，回头再说吧。哎呀，娜娜，我是认真的。杜云他这个骗子，不但想骗我爸的钱，还想骗我的人。小张总，这闲云斋之所以能蒸蒸日上，那全是靠张总的功劳。这杜云呢，他就是一个搬弄是非的骗子。您到公司第一件事儿，就是应该处理掉杜云。杜云，就凭你的眼力，是怎么当上大朝奉的？小张总觉得这个壶是真的。这霓裳羽衣壶乃是流传多年的珍宝。赵总呢，更是我们闲云斋的大主。你竟然敢颠倒黑白！大朝奉是不可能打眼的。这些都是你的人啊！我闲云斋不是你拉帮结派谋取私利的场所，通知人事，把他们都给我开除了。是。小张总，这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赵总不必担心，我们闲云斋将会请更专业的鉴定师，还你一个公道。你想做什么？我们做古玩生意的讲究一个货真价实，而你却把闲云斋搞得乌烟瘴气。杜云，你骗得了我父亲，骗不了我。哼，我骗人？你知不知道我是谁？我当然知道。哼，杜云，学历无，学业无，职业经验无，每月薪资100万。
你一个3无人员，凭什么领这么高的工资啊？还有，你1个月只上1天班，其他时间在做什么啊？闭目养神。闲云斋请你来是睡觉的吗？向张总，这是杜云用剩下的胶人类，除开这瓶剩的，还有2瓶已经用完。好啊你，居然还用公司珍贵古玩胶人类吸烟，这一滴可就是上百万，将神弄鬼到这个地步，你还说你不是骗子？来人，把他给我赶出去！小张总，公司全靠大朝奉神不如电。你已经被开除了，这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你是张贤的女儿吧？你知不知道“闲云斋”这3个字是怎么来的？不就是你骗我父亲开心，让你在闲云斋拿股份吸血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今天不但要开除你，我还要全行业封杀你，让你没有办法再招摇撞骗。闲云斋居然开除了杜天师，还要全行业封杀？就是那个一眼窥破天机、一眼可定心衰的灵眼天师。正是，张贤仗着祖上对鬼谷有恩，想来杜云坐镇，才让闲云斋3年来突飞猛进。想不到他那个蠢货女儿却有眼无珠，顺是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快，准备厚礼，我现在就要过去。我要全行业封杀他！你以后别想在这行混了，滚吧！哼，你开除我，你父亲知道吗？开除你这么一个蛀虫，还需要让他知道？3天后就是大夏古玩大会，闲云斋没有我，凭什么夺张头？文卓，斯坦福大学考古系博士，曾主持三角塔、巴比龙王城等大型考古项目。他会取代你，成为闲云斋大朝奉，在大夏古玩大会上一战鳌头。像你这种靠着传统经验的间谍方法，已经成为了骗子的重灾区，而且早就已经过时了。我带来的是最精密的尖端仪器检测。根据拉曼光谱仪检测，目标物品为晶瓷器，氧化程度68%，距今1320年，正负年份20年，正好是唐明皇时期。建议收购价8000万。只要赶走这废物，不但可以拿下年薪100万的职务，还可以亲近小张总。到时候人财两得。赵总。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你拿走吧。怎么样，心服口服了吧？哼，我大夏轮回，各种古玩博大精深，你真觉得这种玩意儿能有用？在科技面前，骗术无可遁形。滚吧！自己会走。大朝奉又不是自己做生意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既然你们都帮他，那你们都被开除了。大朝奉，我们跟你走。我们走。没事，我会推荐你们去别的地方。闲云斋从此败给我站住！坑了我们闲云斋这么多钱，拍拍屁股就要走了，把钱都给我吐出来！我坑了闲云斋？3年花了超过5个亿，收购了一堆乱七八糟的垃圾。我怀疑你串通外敌，洗闲云斋的血。你还招了这批不学无术的走狗，就是替你拉帮结派，大肆贪污。我们帮闲云斋挣了多少钱？大朝奉收的都是真品，什么串通外贼？真品？我刚才已经去过了库房，用最精密的仪器检测过，全都是一些不入流的垃圾。你在闲云斋3年没干半点人事，却拿着100万月薪，把钱给我吐出来！我帮闲云斋是因为你祖上对我师门有恩，是因为你父亲在我山门前跪了3天苦苦哀求，更是因为天象有变，我需要下山历练。你真以为我是为了你那点工资啊？还在装腔作势？那你别拿呀！好，这钱我可以给你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你最好问问你的父亲，
免得到时候悔之晚矣。用不着，我永远不会后悔。你到现在还想靠着老张总的名声来骗人，你真是锲而不舍。这里面有我3年的工资，一共3600万，一分没动过。你想清楚，拿了这笔钱，我和你们闲云斋的情分就此了结。哼，我用得着和你这种人讲情分？好，这是你的选择，别后悔。给我站住！推出来吧！你花了5个亿收购的这堆垃圾，这些东西不能让闲云斋来背锅，自己买。大朝凤又不是自己做生意，凭什么让他赔钱？大朝凤还自己贴钱给闲云斋收宝贝，现在却让他赔钱。谁知道他是不是串通外敌，收了回扣啊？哼，我收回扣？你去问问你父亲，我用得着收回扣吗？赔钱，不然就送你去警局。你收的那些东西，我刚才已经检测过了，全都是垃圾，还敢说你没收回扣？这女人脑子有病吧？铁石大人的话都不信，蠢货！就你这睁眼瞎，还开古玩店，还在装腔作势。还有啊，你用了3瓶上等的胶人类，总共价值3000万，这些东西不能让公司出钱。什么？你们简直太过分了！好，我还给你，明天就找人送过来。哎，别明天啊！谁知道你这种骗子，明天能跑哪儿去？现在就买，不然就送你去警局。哎，你们还买不买啊？刚才这位先生收购我1000万呢。1000万？这种赝品，连1000块都不值。你跟杜云串通诈骗，我们送你去警局已经开了，还不赶紧给我滚！我诈骗？张娜，我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这个听风屏价值连城，而你们拍下的霓裳羽衣壶是个赝品，那个梦仙枕更是个不祥之物，碰都碰不得。那个霓裳羽衣壶我已经鉴定过了，绝对是个真品。梦仙枕，我在古今志中也见过，和书中记载的一模一样，从未说过是什么不祥之物。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！哼，到底还买不买我的宝贝啊？谁会买一件垃圾？大朝凤，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我儿子病了，还等医药费救命啊！张娜，我杜云从来没打眼过，而且我说出口的字，也没有不算数的时候。好啊，那你现在就花钱买下来。就是，还想让我们闲云斋出钱，做梦！老人家，你放心，钱我明天就拿给你。明天？你今天都过不去。5亿3000万，不赔钱就等着去坐牢吧。何必劳烦杜先生？这听风屏，我们正式买了，出价2000万。盛世集团请杜先生上收1张瑞士银行黑卡，1艘豪华游艇，10栋临海别墅，上品胶人类10瓶。老板，你说买我的？真的是2000万呢！快去给你儿子看病吧。谢谢大朝凤，谢谢老板。你就这么信我？不怕我打眼啊？杜先生神目如电，洞察古今，怎么可能打眼？我就说大朝凤是真才实学吧。这盛世秦家可是中海老字号呀，这礼物也太有诚意了。些许微物，不是聘请大贤之礼，还请先生不要见笑。够了，我看呢，你就是被闲云斋赶出去，没有办法招摇撞骗了，才来找这个女人演戏，想让我们后悔，笑话！你们很快就会后悔的，用不着我出手。杜云，这行靠的是老张总的人脉品格，靠的是小张总的真才实学，靠的是我的现代科技，不是你的装神弄鬼。闲云斋不敬大贤，愚昧至极。看来这次万宝大会，你们是没有机会了。你们秦家3年来都是我闲云斋的手下败将，
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张狂？你帮这个废物来演戏，不就是想用他来坑闲云斋？哼，你真的信我？我信。那好，这些宝物至少值10个亿，我卖你5亿3千万，你买不买？既然如此，我给你做3天顾问，保你在万宝大会夺魁。多谢先生。够了，要演戏就给我滚出去演！滚吧，闲云斋和你再也没有关系。闲云斋从此一蹶不振。招摇撞骗，危言耸听。女儿啊，别忘记我交代你的事情。你虽然替我管理闲云斋，但杜先生绝对不能得罪。你千万别以为自己是高材生就对他不客气，他那双眼睛才是闲云斋的根本。我知道了，爸。记得多收购一些鲛人类给他洗眼睛。对了，你们俩现在相处的怎么样了？回头再说吧。让我给他买鲛人类洗眼，还想让我嫁给他？我爸简直就是被那个骗子灌了迷魂汤。只要我们在万宝大会上独占鳌头，那老商总就会知道，没有了那个骗子，闲云斋只能更好。经历5年的等待，东海万宝全球峰会此刻正式启幕。本次万宝大会共拍卖宝物20件，各位雅士方家请仔细鉴定，谨慎出价。人类真是无聊，总是搞这种拍卖有意思吗？小声点儿，天师在下面。都给我闭嘴！说说你们的来历吧。杜先生怎么老是怪怪的？第1件拍卖的宝物，盛世集团的听风瓶，请各位方家出价。瓷器的1半价值啊，等于绘画跟纹饰，这空白怎么卖啊？不是名家，也不是官窑，能拍2、3万不错了。我说了，这就是个垃圾，只有睁眼瞎才会花2000万买。各位，这听风瓶呢，原是我闲云斋杜大朝奉利用职务之便贪污赃款收下之物，好在文卓先生的帮助下，被我及时识破。但这盛世集团的秦总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杜云，你是嫌坑张总还不够，现在又盯上了秦总，你拿这些东西出来丢人现眼，还真是无知者无畏啊！啊，2000万，那盛世岂不是卖金币回本，摊大了？这个秦家年年垫底，今年找了这个杜云，怕不是要调出中海的世家了吧？妹妹，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，我帮你。有眼无珠，愚不可及。杜先生，请。那我就让大家看一看其中的奥秘。让你展现真本事了。什么？什么？天师大人饶命啊！放心吧，你是听风瓶，摔不下来的。各位，此瓶乃宋徽宗亲手研制，可听风瓶是用来测风的，自然要放在高处，才能知道其中的奥秘。可众多经手者都不敢冒险，始终妥善保管，因此才不知道其中的秘密。怎么样？到底是谁无知者无畏？这人眼力如此了得。国主，要不要让这个人参与那件大事？再看看。5000万，5000万就能买这种绝世珍宝？1个亿，这可是稀世珍宝，2个亿，3个亿。是国主的声音，国主驾临万宝大会了。国主竟然来了！20年前万宝国开启之时，老国主也曾驾临万宝大会，难道这次又是？杜先生，您真是神不如电。怎么会这样？放心，这拍卖会才刚开始，我们肯定能扳回来啊！ 3亿第1次，第2次
第3次，听风评由国主拍下。我捐赠给国家博物馆。听风评失踪1000年，如今重现人间，盛世功不可没。多谢国主盛赞。没事儿，杜云那纯属运气，马上就到霓裳羽衣湖了，咱们肯定会狠狠打他们的脸。不错，是闲云斋没有杜云，只会更好。第2件，闲云斋的霓裳羽衣湖，请各位出价。闲云斋的来了，肯定错不了，8000万。1个亿，1亿5千万。且慢，诸位，这霓裳羽衣湖是现代工艺品，大家千万不要上当。杜云，我知道你被开除心存不满，可你竟然敢抹黑闲云斋，你这是诽谤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闲云斋100年声名，怎么可能卖工艺品？年轻人，不要胡说八道。各位先生，请不要扰乱大会秩序。杜先生说的话，便是我盛世所说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打个赌，你要是能证明，我就当场认输；可你要是拿不出证据，证明霓裳羽衣湖是工艺品，我不仅要你坐牢，还要盛世破产。好，多谢。那你就等着破产吧。这是国际上检测古玩的最新仪器——拉曼光谱仪，各位可以亲自上来检测。根据我们反复检测，目标物品的氧化程度为68%，正好是唐明皇时期。相传，唐明皇酷爱用死湖针灸，会有一股独特的酱香口味。今日我闲云斋做东，请各位尝尝这独特酒香。果然是味道奇特，回味悠长，显然是历经风霜，就算是最顶级的酿酒工艺，也还原不出这奇特的味道。确实有1000年以上独有的味道啊！从这酒中富含的铜锈味来看，至少1300年。怎么样？现在是你们自己宣布破产，还是让全行业抵制破产？哼！军师大人，你要干什么？你身上是不是一直都不舒服？上次不是告诉过你了吗？我来帮你治。哼，又在装神弄鬼。哼，怎么了，杜大朝凤？这毛酒喝不起，想用水试一试啊？早知道我就给你留点尝尝吧，哈哈！用拉曼光谱仪来测试，通过氧化程度判断年份，确实不错。不过还有一种办法，可以加速氧化，那就是泡在粪坑里面。铜器本来就是金色的，因为时间长了，氧化了，生成铜锈，才会变成青色，因此才会叫做青铜器。想要快速做旧的话，只需要泡在粪坑里面10天半个月的时间，自然就会变成青铜色。正是因为快速做旧，所以里面还是新的。如果各位不信的话，不妨来这盆里看一看，这倒出来的水都是粪坑残渣。或者，某些人可以亲自尝尝看。谢谢天师大人，我好多了。闲云斋名不符实啊！这种东西居然都敢拿出来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！姓杜的这人还真有些本事啊，连这种招数都想得出来。国主，看来闲云斋后继无人，那件大事恐怕有些麻烦。杜云，我闲云斋跟你势不两立。我之前已经给过你警告了，是你们不听啊！别得意的太早，晚报大会还没结束呢。各位，下面是神秘客人提供的瓷盘1块，请大家出价。这也是古玩啊？没拿错吧？
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瓷盘，年份稍久而已啊！这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垃圾嘛！啊！就这种东西，也能上万宝大会啊？这盘子品相太差了，又不是名家出品，也就值2000吧。500块我都嫌多。国主，看来这些人中并无可用之才，您拿出如此宝贝，他们却不认得。其实我也不知其中奥妙，只不过祖上代代相传，被称为国主府第一宝物。今天在万宝大会拿出来，一来是想看看宝在哪里，二来是为了选拔合适人才，完成一件大事。3000万。有人看出其中奥妙。3000万。5000万。 8000万。2个亿。3个亿。疯了吧？不是这东西500块都不值，你叫3个亿？白痴！我是故意抬价的，你竟然瞎了眼，听这个废物的，花3个亿买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垃圾。咱们万宝大会的规矩啊，开了价可没有咽回去的啊！你该不会是说了不算吧？啊！杜先生，您请。你要干什么？你的真本事也该露出来了。不要不要，我可不要赎罪。坏人，是你的就好了。这个废物又在干什么？刚才我用红外光谱、拉曼光谱、荧光 X 射线光谱，还有热视光测年法，分别做了4次，绝对不会出问题的。再过10分钟就会天降暴雨，到时候大家就知道了。天降暴雨，天气预报好像没说几天有雨吧？又要干什么？这废物啊，知道自己吃亏上当，装神弄鬼罢了。怎么聊起了天气？你懂他的话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此人好像窥得天机，那件大事或许能用得上。不用赶，就让他淋着雨。此宝名为海妖盘，盘底图案是用鲛人血所绘，能预料暴风雨的来临，为古代船长争相追捧。坏人冻死我了！回头我就把你送烤炉。我还要新衣服。这块海妖盘至少值10亿。好，不愧是我大夏高才，我多年困惑一朝得解。哇！这是无价之宝啊！他是怎么看出来的？盛世从此不可限量了。恭喜杜先生慧眼识珠，至宝有主，名利双收。不可能！我闲云斋请盛世集团秦大小姐和杜先生入内一叙。杜先生神目如电，洞察古今，不愧是鬼谷天师。国主此次来找我，是为了万宝窟开启之事吧？原来你知道啊！在下此次下山，正是为了此事。既然如此，
那1个月后，还请先生随我去上京，帮我进万宝窟取一件宝。这件宝物关乎大夏国运苍生，还请先生出手相助。只要先生能拿到这件宝物，无论什么要求，国主都可以满足的。为大夏，为师门，在下义不容辞。那先生随我上京吧。此次盛世集团功不可没，向斐封秦家为中海第1世家，赐神木如殿牌匾。不用。国主大人，万宝窟开启，并非我大夏一家之事，东瀛、西域、北疆、南洋，各方势力都想取得灵宝，光大国运。若是杜先生现在上京，您又重赏秦家，有心人便会猜到您请天师，很可能会出手干扰。那便要委屈秦家了。只是迟早的事，小月不急的。国主大人，不如您重赏闲云斋，说不定暗中窥探的势力会被张家所吸引注意力。主意不错。既然杜天师要留在中海，向斐，你便留下服侍，调我的暗卫过来，保护天师安全。记住，无论天师有任何吩咐，都必须完全服从。是。快，再快一点！张满这个蠢货竟然开除了杜云。老爷，你真的确定小姐开除了大朝夫？万发大户在网上直播的，我亲眼看到的，这还能有假呀？大小姐真是的，大朝奉这双眼睛可是咱闲云斋的根本啊，怎么能得罪他呀？张满这个蠢货，我绝不饶他！以后就等着在闲云斋吃份闲饭，别想再有半点权利。闲云斋全靠杜天神才有今天的局面，若是他肯原谅我，就算把娜娜送给他，我也心甘情愿。张总，这次是我仪器还不够先进，等过2天啊，我朋友会从海外给我带来一套最先进的鉴宝仪，绝对不会有问题。再加上咱们闲云斋的实力，一定可以赢他们。好，我们古玩行业最重要的就是鉴宝，我把闲云斋的鉴定部门交给你，你立马给我组织最好的科学团队，用海外最先进的鉴定仪器，不管花多少钱。行，不行。爸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张总。爸，你怎么？一堆蠢货！现在马上给我走，去给杜先生磕头道歉。不是，爸，我给他道歉，他像个什么东西啊？一个装神弄鬼的骗子，靠运气才赢了我们一次。你这个逆女，张家全毁在你手上了。大小姐，老爷看到现场直播，气得心脏病都快犯了。那杜先生，这老爷费了多大心思，花了多少财力，才请来闲云斋坐镇的呀？难怪老张生气，一手好牌打着稀烂，不仅开除人家，还要通知我们，说要封杀一杜云，这不是笑掉大牙吗？哎，这个行里啊，拼的就是一个眼力。若是杜先生能给我当大朝奉，我宁肯给他跪地磕头。你要是不去给杜先生道歉，你就给我滚出闲云斋，滚出张家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你要是不去给杜先生道歉，你就给我滚出闲云斋，滚出张家，我就当没有你这个女儿。张总，滚！你已经被开除了。国主有旨。国主有旨，闲云斋以科学仪器鉴宝，将现代知识与古玩文物相结合，开一派新天地，实为我大夏文化之典范。封闲云斋中海古玩第1世家，赐博古通今牌匾。多谢国主赏赐。科学仪器鉴宝，将现代知识与古玩文物结合，看来国主更看重我们闲云斋呀。我就说吧，现在是科学社会，就杜云那点装神弄鬼的本事，不登大雅之堂。不错，国主喊他和秦时月进去，肯定是责骂他，肯定是这样的。不然的话，他们怎么没有得到封赏，反倒封我们张家为中海第1世家？国主居然不搭理盛世，封赏了我们张家。看来那杜云果真是个骗子，这个骗子居然坑了闲云斋这么多钱，幸好哪个找了文卓来帮忙。爸，我就说吧，文卓的路子是对的，虽然我们亏了一点小钱，却被国主御封为了中海第1世家，日后这些钱肯定是会赚回来的。
哈哈，不错，果然是青年才俊，前途无量啊！谢谢张总，真老不死的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等闲云斋落了我的长处，就要你好看。张总，杜云，你现在是盛世集团的人了。爸，我就说了，这个废物只会装腔作势、夸夸其谈。你看我们闲云斋没了他，不照样在万宝大会上夺魁，被国主封为中海第一世家？第一世家，好威风，好了不起呀！秦时月，你辛辛苦苦挖了个废物过去，却轻轻松松被我们碾压。可是我根本不想和你计较，你跟这个废物永远都别想和我们闲云斋比。苏云，你有那时间装神弄鬼，不如回家多读点书吧。啊，哼，张总，念在还有点香火情的份上，我提醒你一句，这个第一世家其实是……杜云，张家现在是中海古玩第一世家，还需要听你的教训吗？看来我眼力再好，还是看不穿人心。张贤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你别后悔。后悔？杜云，我闲云斋能有今天，你以为是你的功劳啊？我告诉你，我唯一后悔的就是当初信了你，把你捧上闲云斋大朝奉的位置，让你在张家吸血。看来你女儿的遗传是遗传你，还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女。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你敢这么说我？终于破防了吧？看到我们拿下国主的封赏，红颜嫉妒了。哼，不知天高地厚，还装？杜云啊，杜云，像你脸皮这么厚的人，我真是从未见过。像你父你俩这么蠢的人，我也真是从未见过。我蠢？好像中海第一世家的名头是你们盛世秦家的一样。秦时月，说了就认，说到底还是文卓先生了不起。现在张家才是中海古玩第一世家，科学技术鉴宝，这叫堂堂正正。你们耍那点小把戏，跟人家怎么比呢？文哲先生，以后还要多指教。杜云，你在我闲云斋招摇撞骗3年，浪费了那么多钱，拿那么高的工资，就想拍拍屁股走了？爸，他已经赔钱了。钱我已经全部还给你了。赔钱了？你光工资就3600万，2000万的交人类用来洗眼睛，还有花了5个亿收了一堆垃圾，这些钱放在银行是3年利息都不止1000万，更别说投资了。再赔我3000万，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哟，别让他跑，别让他跑了！你们简直是……张贤，你现在说这些话，当真是忘了当初是怎么请我下山的。我那是被你给骗了，要不是闲云斋捧你，你凭什么去盛世当大朝奉？又凭什么能进万宝大会招摇撞骗？现在我只让你还钱，已经是看在香火情的份上。你这个废物，别不知好歹，不然我喊警察了。想仗势欺人啊？知不知道你们闲云斋的第一世家是怎么来的？怎么来的？当然是国主亲封的啦。那当然是靠我和小张总的真才实学赢来的了。秦时月，像你这种骗子人人唾弃，别自己入我们行业。盛世还是尽早和他分割吧。秦时月，我和你的父亲可是老相识了，我奉劝你一句，别让这小子蒙蔽了你的眼睛，毁了你们盛世集团的100年基业。杜先生，永远是我盛世大朝奉。盛世会越来越强大，而闲云斋从此一蹶不振。小辈无知！既然你们盛世非要护着这个废物，那你就替他还钱。哼，别在国主的人面前起冲突，丢了我们第一世家的气魄。那咱们就暂时饶了他。恭喜闲云斋。专卖会，距离万宝库开启还有1个月的时间，这段时间不能什么都不做，光拿你工资吧。你要搞专卖会啊？像海瑶盘、听风瓶这样的精品古玩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但是盛世想要成为首屈一指的品牌，我想一定要建立在日常的古玩交易当中，所以我想搞一个专卖会，
来扩大盛世的知名度。没想到你除了鉴宝，对商业也一样精通啊！我能不能不叫你天使，叫你阿云，好不好？小张总，盛世他们在大夏各地搜寻古文，说是要搞一个专卖会。那我们也搞一个，正好和他们唱对台戏。好，我呢联系了一个东瀛的大藏家，我们历朝乱世的时候，有不少的宝物都流入到了东瀛，大部分都在他的手中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，那都是首屈一指。那我去联系各大古玩世家，凭我们第一世家的名头，他们肯定都会把珍品放在我们专卖会代售。你从东瀛那边收购的古玩，一定要仔细鉴定，不能出错。放心吧，这次我从国外进口了最先进的鉴宝仪，全世界只有1台，绝对不会有纰漏的。你还不相信我吗？你帮我们闲云斋夺得了第一世家的名头，你可是我的英雄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果然是正品啊！大明宣德年间的精品青花瓷，这市值至少得在500万以上。既然如此，可以付钱了吗？当然，总价10亿。可是这单生意是通过我的介绍，你们才和闲云斋谈成的。那既然卖了这么多钱，那我是不是……你想要回扣？哎，应该叫中介费才对。我父亲说过，你们大夏泱泱大国，文明灿烂，却还是有一些人权力妄议。果然没说错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明天就把货款拿到我账上，少1块钱，晚1分钟，都要你的命。明天就把货款拿到我账上，少1块钱，晚1分钟，都要你的命。张娜，你这个自以为是的贱人，把我当做踏脚石。等老子掏空了你们张家，就再也不伺候你了。哎呀，我们这边生意太好，这生意太吵了，还是这边比较冷清啊。各位雅士方家心明眼亮，那自然知道谁是骗子，谁才有真才实学呀。我们开一个专卖招商会，你就故意在我旁边也开了专卖招商会，怎么是想向我秦家宣战吗？哼，宣战？你也配啊？我只是想让你跟这个废物知道，就凭你们根本就不配做这一行。你们这身上，我知道了。你们之前的主人是谁？一个东瀛疯子，天师大人，他叫宫本正雄，实力强大，阴险狡诈，你可千万要小心啊！东瀛鬼墓，还在装神弄鬼。杜云，这些古玩我已经用海外最先进的仪器检测过，年份完全稳定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快速做旧，休想再搞鬼。卖给你们这群宝物的人，是不是一个东瀛人，叫做宫本正雄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别管我怎么知道，我只是想提醒你们一句：
宫本正雄号称东瀛鬼目，实力强大且阴险狡诈，就连我都要忌他3分。你们跟他合作，恐怕皮连骨都被吞得不剩了。杜云啊，杜云，我看你就是看我们那边生意太好，所以极度眼红，就想方设法的故意重伤吧。哼，你这个离间是不是有点太低级了啊？这些古玩我都已经仔细的检查过，怎么可能有问题？你有空去抢这些古货的伎俩，不如多给你们专卖会拉几个客户嘛。我只是不想我大夏的文物流失，所以才好心提醒你一句。既然如此，你们好自为之。一个古玩专卖会，却没有一个世家藏家让你们代售，就凭你们盛世的这些古玩，估计连门面都撑不下去吧。我都替你们丢人。哎，小娜，要不咱们拿几件卖不出去的古玩，放在秦总的专卖会代售吧，省得他们这太冷清了。我真是太过分了！闲云斋能有今天，一切都是大朝凤的功劳。一群废物！你们还敢替他说话？等盛世集团破产之后，我就让全行业不杀你，就等着上街要饭吧。不用跟这种人争辩，3天后专卖会开场，胜负自己分析。秦时月，你凭什么觉得我们中海第一鉴宝世家会输给你？就凭你身边这个夸夸其谈的骗子？哼，明明是个宝贝，却被蠢货当成草，还把垃圾当成宝。有些人啊，简直就是愚不可及。那就3天后，看看你们口中被说成是骗子的我，怎么从你们东海第一世家头上赢得这场胜利。好，那我们就打赌，3天之后的专卖会，输的人就磕头道歉，封门停业，肯不敢赌？我答应你。第一个不答应。好啊，你们就等着破产吧。阿云，我们现在话也说了，赌也打了，可是我们的专卖会根本就没有人来捧场，就我们盛世自己的古玩，根本无法撑得起一场大型的古玩专卖会。放心吧，这一次咱们赢定了。怎么说？哎，秦总，我跟您父亲是交，现在呢，同时4大家族的盛世情况窘迫，我呢于心不忍。哎，好吧，我同意把我们家的珍藏拿出来放在你们专卖会上代卖，但是你们不能抽成啊。虽然您不抽成，但是呢，我会给您捧场啊。这总比你们一个合作伙伴都没有，专卖会撑不起场面要好得多吧。这两个老家伙向来都是墙头草，现在张家被国主封为第一世家，他们不敢得罪闲云斋，为什么还跑来跟我合作？哼，二位的好意我心领了，那就多谢二位了。我立刻安排合同，还请二位尽快把宝贝送回来，3天后就要开场了。放心，保您满意啊。那二位就不打扰您了，好吧？留步啊。说什么秦时月精明能干，现在还不是乖乖中计？哼，等那两个墙头草把送去的赝品摆在盛世的专卖会柜台上出售，咱们就去揭发，盛世就会彻底完蛋。哼，到时候我要看杜云他们两个跪地求饶。他那点小聪明，哪比得上您呢？夫君，那批货款我们已经收到了，何必还要冒险来这里？挣钱只是其次，再有1个月文保库就要开启，大小国主突然封仙玉庄张家为第一世家，多半是选中了张贤的女儿张娜，或者
鉴定师稳着进入万宝库。云南什么科技剑能？大侠兵法上有云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我得完全弄清楚他们的实力。父亲给的那批赝品，那文卓连半点都没有怀疑，唯有趁机换掉闲云斋卖场的其他职员。现在已经运往兜营的路上，他们也没有杀去，愚蠢之极。父亲不必担心。万一他们是版主吃老虎的，万宝库事关国运，我们不可大意，就得来亲自看看才可放心。哈哈，专卖会开成这个样子，看来自从秦汉失踪之后，盛世彻底是没落了。无人问津，回家种田去吧。小子，我们这行可不是你能在这浑水摸鱼的。秦时月，你那么倚重一个骗子，你说这盛世以后还有什么前途？干我们这一行的，最重要的不单是鉴宝的眼光，还有识人的眼光。哼，我能遇到杜先生，是我一生的幸运。至于你的眼光，还是留着自己欣赏。你还在嘴硬，秦时月，你还记得我们打算？你是打算自己关门停店呢，还是打算我们全行业来帮忙啊？你以为你赢定了吗？废物！你知道你们卖场为什么没人来吗？因为你们卖的是赝品。秦时月，陆云，我们中海古玩行业的第一天条就是谁家敢卖赝品，就此除名。你们说我卖的是赝品，请问哪一件是赝品？这上面出售的38件，所谓古玩，有一件算一件，全都是赝品，就连这白玉屏风也是个赝品。你凭什么说这白玉屏风是赝品？因为正品是赵家族的珍藏，现在已经放在了我们闲云斋的卖场待售。赵总，这件白玉屏风可是你亲自交给我的。我什么时候给你这个了？我们赵家所有珍藏都在闲云斋待售，你们盛世卖赝品，这属于珠海行业有所不耻的，赶紧关门大吉，不要牵扯到我们赵家。你这些古玩都是你们明明交给我们盛世来代售的。你血口喷人，你不要拉我们家下水啊！这些东西就是你们自己找来的赝品，丢人现眼的玩意儿。你们竟然！张贤，看来今天是你和你女儿故意设下圈套，让这帮墙头草故意来陷害我们，是不是？陆云，别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明明是你们道德沦丧，专卖场无人愿意合作，就找些赝品过来充数，还冒充中海各个世家的名头，简直是可恶至极。秦时月，跪下磕头吧。杜云，我们不但要在全行业封杀你，我还要告你故意欺诈，你就等着坐牢吧！他们居然真以为我们在卖赝品。无脑无言，愚不可及。到现在还在嘴硬了。真品在我们手里，杜远，我任你舌灿莲花，你今天也死定了。那就请你把正品都搬出来，让在座的各位雅士坊家好好看，究竟谁的是正品，谁的又是赝品。好，今天就让你心服口服。好，那就请各位今天做个见证，如果盛世今天贩卖的是赝品，今天就此除名。两个害群之马早就该清除出队伍，赝品也敢拿出来光明正大的卖？居然拿赝品开专卖会，拿赝品！放心吧，咱们赢定了。我当然相信你了。秦时月的那扇白玉屏风是赵家主亲手制作，绝对不会有错，盛世死定了。老赵，这白云屏风是你赵家祖传的珍藏，整个中海都尽人皆知。来告诉他们，到底哪个是真的？当然是这件，这件是我亲手交给赵掌柜的。废物，连自己的宝物被点坏了都看不出来，还敢称为是中海第一实验？玄宇寨好像是真的没有发现，
打下第一世家就这样的实力。朱若愚虽然对宝物并不太精通，但是识人一直谨慎，怎么会封这样的人为第一世家？哎，各位啊，我赵家用名誉担保，这件白玉屏风就是我赵家家传的。赵家主自己的宝物，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事实具在眼前，还想狡辩？赶紧认输，跪下给小张总低头认错。杜云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有什么好说的？赵家主有眼无珠，当然，我们这件是正品，而他那件就是个赝品。杜先生说的话，便是盛世所说。偷到现在还在狡辩，滚出！这次宝物的鉴定，我们不但采用了碳14法，确认了玉石屏风的年份，我还通过了卷积神经网络法，通过笔触压力的分析，确认了玉石屏风上的白鱼画作的确是王维的落款，绝无错漏。你就这么肯定？科学是不会出错的。废物，我早就告诉过你，多读点书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还有什么话说？你们都是什么来历？天师大人，那东域人可把我害惨了。你是天师吗？这条就送给你们吧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脏死了。这难道？不行，怎么了？小心，这个人才是景帝，还想装神弄鬼，还想拖延时间，输了就赶紧磕头道歉，不然的话，输了就关门停业。鹿死谁手犹未可知。你装模作样的，还想骗我？张贤，你女儿虽然愚昧无知，但是你素来恭谨小心，为什么今日如此？我张家已经是国主御封的中海第一世家，之前骗我，害得我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。但小纳虎眼施主，请来了文卓先生相助，否则闲云斋还真有可能被你吸血致死。我原本念在你们张家和我师门的那点香火气，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，但既然你如此说，就得后悔。会后悔？后悔的是你，秦时月，这就是你看上的男人？除了夸夸其谈，还有什么本事啊？如果你没有证据证明你专卖会上的是真的，那就赶紧认输。别浪费时间，盛世卖赝品被当场抓住，还敢狡辩！滚出中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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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既然如此，我就让你们看看证据。竟然敢毁坏文物，你等着坐牢吧你！杜云，秦时月，你毁我赵家纯元宝，我让你倾家荡产！杜云，你输不起就想先捉，你这样下场会更惨的。来人，把他送到警察局。你们就没有发现什么不对吗？在这装腔作势，你想算什么？本来只是磕头道歉、关门停业，现在却变成了毁坏文物，就等着坐牢吧。谢谢天师大人。不客气。你们就没发现，这白鱼屏风碎裂之后，什么都没有了吗？还在装神弄鬼，满嘴胡说八道！你们还是等着坐牢吧。你们连石中鱼的传说都没听过吗？白鱼屏风的宝贵，从来都不在于屏风，而在于白鱼。这就是春秋志怪记中记载的石中鱼。啊，这石中鱼居然是真的！你是怎么鉴定的？是这种传说，谁相信会是真的呀？我家的白鱼屏风肯定是真的，为什么石中鱼会在盛世屏风里？石中鱼？这是什么？我听老祖宗说过，
好像说是天下第一奇遇。父亲，这个人非同小可，看来我们上当了。哼。终于摆脱这条臭鱼了，在人家肚子里面待了2000多年。谢谢天师大人。华夏上古时期曾有一个传说一直密不外传，可是多年过去后，秘密早已失传，反而将白鱼屏风视为无价之宝。只是个传说罢了，大家不要当真。不过这条白鱼至少值10亿。10亿！《毕正春秋志怪记》中曾记载，秦昭襄王曾用10座城来换这条鱼。原来小张总看男人的眼光不太行啊！造这件赝品的人一定是高手中的高手，他是在用文物造文物，用古玩造古玩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寻常见到的赝品，大多是一些现代工艺品，用一些快速做旧或者是伪造之类的。可是这件赝品的用料，都是从一些毁坏的文物上面拆下来的玉石拼凑而成的。这可有点本事，居然能看出父亲的手法。看来闲云寨张家不是班主吃虎，他就是一头猪，是大夏国主用来吸引别人注意力的猪若玉的杀手锏。看来就是这个杜云。只是，哪怕在外表上做的一模一样，但是他却不知道石中鱼道，这就是最大的破绽。天啊，连石中鱼都能看出来！看来天下第一世家是盛世秦家才对。那第一朝凤也应该是杜先生。废物！这活物是检测不出来的。那你说什么世界领先啊？怎么样，小张总，你还记得我们的土渊吗？怎么样，小张总，你还记得我们的土渊吗？什么石中鱼？一派胡言！这种神鬼之间的传说，也能当做证据吗？对，那条鱼肯定是他提前藏好的。杜云，我告诉你，你少在这装神弄鬼，故意破坏文物，还想要这种手法脱罪，做梦！事实都摆在面前，你们还想颠倒黑白？我看是你们在颠倒黑白吧！啊，来，大家都来评评理。盛世提前藏好了一条鱼，再装模作样的扯出一些什么传说，就是想重伤我们闲云寨和各大世家呀！不错，我们家的屏风才是正品，把我们家屏风打碎了，赔钱！不赔钱，你俩就先离开这里。对，得赔钱。那这也太儿戏了，谁知道这石中鱼是真是假？就凭你这一张嘴，也想砸碎赵家的传家珍藏？看来中海古玩世家不但无才，还无能。杜云，现在你该知道谁才是第一朝凤。中海总督向匪大人道。哈哈，江总督到了，这两个骗子完了。秦时月、陆月，你们两个赶紧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我还可以考虑向向总督求求情，让你们少做2年。向总督，他们完了。我们才是国主月口册封的中海第一古玩世家，向总督是来帮我们的。哎，会不会当场出事？见过杜先生。啊，这不可能！这2个人明明是骗子，向总督怎么会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不必多礼。我听说有人敢对杜先生无礼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个向总督其实是这2个骗子，他们故意出售赝品，而且还故意破坏我们卖场的文物。总督大人，你不能被他们给蒙蔽了呀！就凭你个蠢货，也敢对杜先生评头论足？不是，总督大人，国主大人亲自夸奖过我的科技检测，我可以作证。小张董想跟你那点小伎俩，也敢在杜先生面前训？向总督，我们闲云寨张家，看来你们闲云寨张家真是狗肉上不了台面。给你们一个第一世家，
就飘成这样了。记住，你们第一世家的称号是杜先生，只要这一句话，就可以将你们张家打回原形。第一世家很了不起的。现在知道天高地厚了吧？好了，向杜先生赔礼道歉，只要他点头，这件事就算过去了。怎么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爸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意思就是让你们愿赌服输。小张总，愿赌服输，没问题吧？你休想！啊！跪下，给我跪下！杜远不，杜先生，是我有眼无珠，我求你绕过仙云斋吧，绕过仙云斋。张贤，你当年请我下山的时候，也是这样跪在我面前，现在兜兜转转了一圈，又回到了原点。哼！长恨人心不如水，等闲平地起波澜，你好自为之。慢着，杜先生大人有大量，让饶了你们。我可不是什么君子，说要饶了你们。你们不是和秦小姐打赌吗？愿赌服输。怎么，闲云斋百年声誉，连这个都做不到吗？我……秦小姐，我认输。多谢向总督。既然向总督都来了，那就把那件事跟大家说一下吧。昨天按照杜先生提供的线索，我们抓获了3名东营案犯。根据他们的供述，他们的头目盗走大批文物，全部出自闲云斋的专卖店。怎么回事？张贤，你给我讲清楚！你们会场里摆的，难道都是你们伪造的赝品？我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，宫本正雄号称东瀛鬼目，实力强大且阴险狡诈。你们跟他合作，迟早会被他掏个干净。可是你们呢，却当作耳边风。难道我们卖场的那些东西？不错，宫本正雄不但卖给了你们一批高价的赝品，而且把各大世家寄售在你们卖场里的珍藏，全部用赝品给调包了。你们现在所能看到的闲云斋里的珍藏，全部是宫本正雄制造的赝品。啊！还我宝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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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张娜，那是我家8代的珍藏啊，现在都弄没了。还我宝贝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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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给我闭嘴！杜先生，我错了。不是，那个大长风，我错了，我真的不应该误会你，对不起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杜先生，对不起，求你帮帮我们，求你帮帮我们，我是有眼无珠啊！你们不是知道错了，而是知道自己要完了。不过算你们运气好，杜先生不想国宝外灵，提前通知了向总督，在海上截获了东瀛人的走私船，那些被调换的古玩都夺回来了。都夺回来了，都夺回来了，都夺回来了！这难道……大家都去向总督处，把自家的宝物领回来吧。既然大家的宝物都被调换了，那我家那件白玉屏风也应该被宫本正雄调换了。那盛世这个屏风，岂不应该是我的？那我就……赵家主是想说，我们提前拦截了走私船，把你们的宝贝搬到这里来了。那件白玉屏风是你家的，孙家主是不是也想说，这是你的翡翠南瓜？在下一时糊涂，有眼无珠啊！还是请杜先生啊，秦总大人有大量，把宝贝呢还给我们赵家。秦总，杜先生大人大量，这宝贝您就还给我们吧。可是你们刚才明明说了，我什么时候给过你这个？我们家的珍藏都放在闲云斋待售，可别想攀成我们赵家。既然你们没有给我这些古玩，那向总督夺回来的古玩中，
应该也没有人家的宝贝吧？啊，那应该是被东瀛人给提前运走了。杜先生，你觉得我说的对吗？你们都愿意回去吗？我们都愿意跟着天师大人。不好意思，诸位，稀世奇珍，唯有得者方得之。他们都不愿意回去。向总督，您觉得呢？定然如此。张贤，你害我家珍藏被盗，赔我！各位冷静一点，我们闲云山也不是故意的。你个废物！告诉我有多精密的仪器，结果是个睁眼瞎！滚住！还跑！杜先生，看在闲云斋和你们师门有些过节的份上，你就帮张爷爷把把，杜先生，都是文卓那个混账啊，从中挑拨，我们父女俩有眼无珠，听信谗言，我们知道错了，你再帮我们一把吧，杜先生。对了，杜先生，我可以把我女儿献给你。张贤，你觉得杜先生是因为看上你那个女儿，才出山帮闲云斋的吗？不是，杜先生，这3年来，我是尽全力孝敬你，我是一时糊涂啊！我帮大家要回宝物，是不希望看到我大家的文物流落东瀛。你们闲云斋买了宫本正雄的假货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那应该是你们的大朝奉文卓的责任吧。杜爷，你等一下，杜爷你不能不管我。张贤，鬼谷和闲云斋因果已断，你好自为之吧。张总，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只是一时打眼儿，我以后会尽心尽力帮助闲云斋。张总，你银行账户突然多出了5000万，是宫本正雄给你的回扣吧？吃着我们张家的饭，就守不住我们张家的规矩。你收了宫本正雄的回扣，故意把那些赝品说成真的，跟了我们闲云斋10个亿。小娜，你误会我了。叫我什么？这贱人翻了又下。小娜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谁知道那宫本正雄把赝品和真品做的一模一样，我一时也没看出来。你是个废物。可大家都没看出来啊。要不是你从中挑拨，我怎会看出杜先生？你收了回扣，坏了我们闲云斋的前程，你就等着上街去要饭去吧。赵总，我对闲云斋还是有用的。真的，一日夫妻百日，看在我们好过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一次吧。以后我会尽心尽力帮你对付秦时月。废物！爸，现在赵钱2家都要我们赔钱，至少要赔20个亿，其他10家也要我们断了来往。我们闲云斋马上被掏空了，说不定1个月就要破产。现在该怎么办啊？都用不念旧情，现在求他已经没用了。闲云斋唯一破局的办法，就进入万宝窟。万宝窟20年开启一次，你年龄还小，所以不知道。20年前，我和秦时月的父亲秦汉，在老国主的带领下就进入过万宝窟。那里面很危险吗？每一次万宝窟开启，各方势力都会派人进入。现在闲云斋唯一的生路，就是你进入万宝窟。啊！运气好的话，还可以找到那件宝物。你明天就要去上京了，我得把你的心留下来。你有心事吗？其实我已经猜到了，你无论是把我找到盛世来当顾问，在万宝大会上赢下国主的注意，还是举办专卖会，都不只是为了钱吧？有话直说吧。20年前，秦家也曾是大夏第一世家。我父亲秦汉陪同老国主进入万宝窟，寻找忽悠大夏气运的宝物，缺一层，再无音讯，秦家也渐渐没落。所以你想，这20年来，我念念不忘的就是进入万宝窟探寻，不惜一切聘请你当顾问，就是希望阿云你能帮我拿到进入万宝窟的资格。
陪我一起找寻父亲的下落。这20年来，我念念不忘的就是进入万宝库探寻，不惜一切聘请你当顾问，就是希望阿云你能帮我拿到进入万宝库的资格，陪我一起找寻父亲的下落。原来如此，阿云，只要你能帮我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，盛世集团也罢，我这个人也好，你都可以拿去。阿云，我带你去便是了，盛世就算了，至于你，我得留下。完了，都没了。张大，你们张家欠我2亿，什么时候还啊？还有我的1亿5千万和2件北宋的青瓷，赶紧还！咸云寨已经破产清算，所有的宝物和文玩都已经被你们抢走了，我张家的银行也已经被冻结了，哪有钱还你们？你们自己眼瞎，把杜先生那种高人开了，活该你破产！告诉你，我的钱1分都不能少，赶紧还！可咸云寨哪有钱还你们？再给你3天时间，你要是不还我钱，就收你张家老宅。听懂了吗？3天。你真的好美啊！你真的好美贤哥，你跟我在一起开心吗？开心，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开心过。你会离开我吗？不，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。张娜，我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。这个清风评价这连城，而你们拍下的霓裳羽衣狐，它是个赝品。那个梦仙枕更是个不祥之物，碰都碰不得。不祥之物，不祥之物！爸，这东西不能碰！亲爱的，宝贝，我就不允许别人把我们分开。爸！杜云，你这个混蛋，把我们张家害成这样，我要让你永世后悔。现在咸云寨唯一的生路就是你进入万宝库，运气好的话，还可以找到那件宝物。看来只能去万宝库拼一次了。鉴宝了！哎，大哥，鉴不鉴宝？老板，10块钱一次，鉴不鉴宝？老板鉴宝，鉴不鉴宝？10块钱一次，老板。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可以让你重新过上以前的生活，你愿不愿意拼一把？我愿意。这个废物虽然没有用，但是据说万宝库开启非常危险，可以让他当你的替死鬼。万宝库每逢20年开启一次，今日9星连珠，正是万宝库开启之时。各位东瀛西域、北疆南洋，还有我们大夏的取宝者们汇集，大家来把令牌取出来吧。杜天师，万宝库内非常凶残，据说要连闯3关才能进入圣殿，才有机会选取奇宝。青小姐，你一定要小心照顾好杜天师。我会的。东瀛强势崛起，大夏国运黯淡，急需重宝，或有气运。20年前，我父亲和秦小姐的父亲还有张显一起进入万宝库，张显名震脱逃，我父亲和秦汉再也没有出来。杜天师，这次就拜托您了。国主放心，我此次下山历练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件事，一定不会让东瀛跳梁得逞。国主大人，我们这一次是要找什么宝物啊？一对龙凤玉珏，杜天师一定知道。3000年前，我师门一位长辈下山，用此物护佑大夏国运。可是300年前，不幸失落，使得我大夏国运日渐衰微，如今也该物归原主了。
龙凤玉诀我拿定了，从今天起，东瀛国运必定压过大夏。等我拿到龙凤玉诀，看你们怎么死的！你怎么来了？闲云斋已经没了，我父亲20年前临阵脱逃，我是来替他赎罪的，还请国主大人给我们一次机会。贱人，要不是你帮着杜宇，我怎么会落到今天的下场？等我拿到宝物，我就让你国主地位不保。3日之后就知道结果了，希望可以。都说万宝库幻化人心，可以出现任何场景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这都是幻觉。虽然是幻觉，可要是死在这里面，也同样会没命。你们所有人面前有8杯酒，其中2杯是千机斩，5分钟后一定要喝下，否则抹杀。什么是千机斩？这我也不知道啊，连千机斩都不知道，你们还跟进万宝库？千机斩是一种特殊的古玩，用它装过的酒，都会成为千机毒酒。千机毒酒，也就是说，这8杯酒里面有2杯是毒酒，我们里面会有2个人死在这里。这分不出来呀！这，闭嘴！你给我仔细看。阿云，你能看出来吗？放心来，反正都是运气，先喝的活的机会还大一点。你们这群胆小鬼，看我怎么过第1关的吧！竟然真的会死人！千机杯虽然无法辨别，但曾没必毒，但却可以把我无恙。还有3分钟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哼，我是来带你寻宝的，你就只顾自己啊！第1次警告：万宝窟内禁止使用外物。大家告诉我，谁装的酒水没有毒啊？我没有，我也没有。这杯酒没事。干什么？我要闯过第1关啊！让那个废物再给你炒一杯啊！啊！我不该为了这个剑和你作对。秦总，这就是你选的男人啊？你选男人的眼光也不行啊！他这是要害死你，还是让你当探路石啊？你竟然敢骗我！哼，谁让你相信我的？第2次警告：禁止带外物，违反抹杀。我的技法出问题了，你不怀疑我？你让我喝哪一杯，我就喝哪一杯。哼，这里面可还有1杯毒酒，你们怎么不选了？还有1分钟。我来。这是我爸的玉扳指，难道他已经？你的主人怎么样了？他喝了1杯毒酒，然后主人的老国主朋友也喝到了毒酒。
他们喝的是哪一杯？拿第3杯。还有10秒钟。各位寻宝者，你们面前有6个大挪面具，2分钟内各自选1个戴在脸上，否则抹杀。注意，戴上之后严禁抢夺，否则立刻抹杀。上一个的赌球喝错了是回事，这一个的面具难道戴错了也回事？飞舞已经死了，不该找谁来当替死鬼。大挪面具，大夏文明上古时期流行一种挪舞祭祀，跳舞者必须戴上面具，语言能和神鬼沟通。难道就是这些？各位，说说你的来历吧。这万宝窟的雾灵还真是奇怪，要么就说谎话，要么就不说话，灭灵池也用不了。难道？还有10秒钟。阿云，你不要总是顾着我。原来黑色面具是防毒的，红色面具是无效的。秦时雨，你就等死吧！来了！这样有毒。泰拉，我必须拿到龙凤羽卷，只能放弃你了。你放心，你的牺牲会被东瀛铭记。阿云，你一定要活着出去！阿云，你还想抢我的面具？你忘了万宝窟说的规矩了？杜云，你不是很了不起吗？你不是神木如电吗？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。你看得见我？是白海棠吧？你认出来了？白海棠是毒烟中杀人最快的，也是最贵的，不愧是万宝窟啊！你在这里待了多久了？已经3千年了。如果说我能带你出去，哼，杜云，你果然死了！你设计陷害我们闲云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有今天这个下场？你先在瓶子里待会儿，等我出去后把你带到没人的地方，以后不要再杀人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是什么下场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是什么下场？你，哼！阿云，想不到你也没有逃出去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们死在一起。你没死，我也没死，这已经是第3关了。太好了！
阿宇，这一关是做什么呢？这2扇木门，一道通往正点，一道通往死地。木门面前各有一头人，其中一个只说真话，另一个只说假话。寻宝者必须在3分钟内做出选择，否则抹杀。倒计时。哪一扇木门通往正点？我这一扇。这个头人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？难道要靠运气吗？怎么，你还想靠着阿元活命吗？我需要靠他，反正都是2兄弟，我运气这么好，我肯定能成功的。小朋友不能说谎哦。我从来都不说谎。如果这是真话头人，那这句话当然没问题。可他要是假话头人，这句话本身就在说谎，这个怎么办？你现在说的话是谎话吗？你不相信我，坏蛋，我不和你说了。这万宝库的器灵怎么这么奇怪？这万宝库的器灵怎么这么奇怪啊？阿宇，我先去试一扇木门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你就跟着我进；要是有问题的话，你就……第一，这种投机取巧的方法，万宝库肯定早就想到了，不可能实现的。第二，我怎么可能会拿你去当探路师？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通往正殿的入口在哪里？我这一扇。你通往正殿的入口在哪里？我这一扇。我再问你一次，通往正殿的入口在哪里？我这一扇，我这一扇，我这一扇，我这一扇。反正都是靠运气，现在就是正点，你就在这儿等死吧！这又是哪里呀？我到底过关了没有啊？倒是说句话呀！这是死地。陆先生，陆先生，秦总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我求求你救救我！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拿了这笔钱，我和你们闲云斋的情分就此了结。我用得着和你这种人讲情分？杜云，杜云，杜云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后悔了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我求求你救救我！倒计时39秒。阿云，张娜进入那扇门之后，再也没有动静了。要不我们也随便选一扇，反正也是碰运气嘛。前2关都留下了线索，这一关不可能只靠运气。如果只靠运气的话，为什么还要多2个同人啊？倒计时24秒。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了，到底还有什么办法？倒计时22秒。走我旁边的门吧，这样安全的。哼，你说谎，我旁边的门才安全呢。才是。倒计时10秒，请立刻选择。阿宇，没有时间了，快点啊！如果我问你旁边的那个同人，开哪扇门是安全的，他会怎么说？左边的。倒计时5秒。走。走。这就是万宝库的正殿。走。这就是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，他不是在玄太宗的坟墓里吗？这是第一枚5铢钱啊！这难道是战武帝受天亲的天子剑啊？不愧是万宝库，我大夏3000年的文明精华全都汇聚于此。不过其中最贵重的，应该就是龙凤玉诀。好，果然是万宝库正殿。最后3名寻宝者进入正殿，3分钟内
得到龙凤玉珏就可以离开万宝窟，否则抹杀。原来这才是最后一关。看，龙凤玉珏。毒玉，你敢动我的玉佩，我就杀了他！放了他！毒玉，放了他可以，把你手上的龙纹玉佩扔过来。阿云，不要了！找死你！龙凤玉珏关系大夏国运，我父亲不惜牺牲性命，也要帮大夏拿到它。我不能让秦家丢人，更不能让我父亲死不瞑目。阿云，求你不要！这个女人对你不错，你要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吗？阿云，我求你了，我为了进万宝窟做了那么多事情，就是希望完成我父亲的遗愿，找到宝物，护佑我大夏气运。阿云，我数3个数，再不给我就杀了他！阿云，1、2。天命在我都赢！问问我手里的长剑同不同意？我东瀛国运昌盛，爱国大夏指日可待，可惜你们看不见了。阿云，我死都要跟你在一起。这是。这些宝物都已经通灵，他们不愿意被东瀛人得逞，也是合情合理。真的合情合理吗？还有最后1招，达不到龙凤玉珏，即刻抹杀。这块凤衬玉佩，足以护佑大夏500年。父亲，您的遗愿我终于完成了，您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。那块龙纹玉佩呢？龙纹玉佩本来就是我鬼谷第13代天师带下山的，用来护佑大夏国运。可是后来不慎遗失，如今大势已定，龙纹玉佩也该返本归元，重回我鬼谷了。原来如此，
告辞。若大家有事，国主可命人持奉衬玉佩来鬼谷找我定出山相助。多谢天师。好，好，今日我张家成为大夏的御史家，各位仙子啊，你们都得过来伺候我。他最后会怎么样？都得过来伺候我。之前我就已经警告过豆衲，这孟仙枕乃是不祥之物，可惜忠言逆耳，最后只能自作自受。你做的也够了，跟我回山吧。杜先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这些日子一直被孟仙枕所迷，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吧？发生什么了？你女儿张娜进入了万宝窟，永远留在了那里。闲云斋也已破产，今后你好自为之。原来这都是梦，都是假的。娜娜，闲云斋都没了。阿远，别研究那青铜鼎了。不要！你要干什么？陆天师，来嘛！不行，真的不行，国主。国主来了。国主，我是想说，如果大夏有事，你可以拿奉衬玉佩来请我相助。可是你想生个孩子继承大位，这种事情怎么也来找我？我又不是老中医啊！陆天师啊，国家储君还不算大事，你看这玉佩，正好一龙一凤。你别动手啊！你往哪儿摸呢？